Rund 100.000 Menschen in 45.000 Haushalten waren zwischenzeitlich im Südwesten Berlins ohne Strom. Nachts liegen ganze Stadtviertel in tiefer Finsternis. Unbekannte hatten in der Nacht von Freitag auf Samstag vorsätzlich mehrere Stromkabel an einem Kraftwerk in Brand gesetzt. Ein Anschlag. Laut einem Bekennerschreiben ist die Vulkan-Gruppe verantwortlich, eine laut Verfassungsschutz gewaltorientierte linksextremistische Vereinigung. Diese verübt seit mehr als 10 Jahren Anschläge auf Infrastruktureinrichtungen, Strom- und Datenkabel, Bahnstrecken und Strommasten. Unter anderem auf einen bei der Tesla-Fabrik in Brandenburg. Wer die Mitglieder sind und wie sie sich organisieren, ist bislang unklar.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来说一件发生在德国的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在2026年1月3日，刚好是在特朗普下令呢逮捕马杜罗那天。 发生在德国首都柏林。那天呢，德国这个城市的那个电力供应系统被德国的极左一帮人通过那个暴力手段把它破坏了电路，导致了整个柏林呢有5万个家庭，10万人或者10多万人没有电。你们看现在，我们都是零下几度的温度，特别冷的时候。 导致了一个城市的3个区，柏林3个区，大面积停电，医院没电，老年很多公寓没电，有些老年可能要呼吸机的没电，所以呢，造成了非常大的那个破坏，而这些就是德国的左派去干的。一直以来啊，德国这个国家，它就左派当道，所以整个国家就是比较左。 就是圣母婊比较多，欧洲也差不多。目前呢有右转的倾向，但是总体来说，整个德国社会是比較左的。它是美化或者是淡化極左的那個影響。其實左派極端分子它的破壞力與那個極右差不多，但是整個社會呢比較容忍那個極左，而故意呢醜化這個極右。 目前你看德國就是這樣，我不知道是1年多前還是2年前，馬斯克有一個工廠在德國，在東德柏林附近一個州，他那個供電系統也是被人為破壞，就是這幫人幹的。同是這幫人，現在在柏林搞了這個襲擊，恐怖襲擊啊，這就是恐怖襲擊。 放火焚燒那個高壓電線，11萬伏還是110萬伏那個高壓線路，被左派的人放火焚燒，導致了從元月3日到現在一直沒有電。當然，那個電力公司的那些技術人員也在努力的恢復，也恢復了一些供電。聽說今天到今天，應該今天下午才會全部恢復供電。 但是呢，給這些10萬人左右的人造成了非常大的那個損害，醫院、學校、老年公寓等等等等，你們知道嗎？最讓人大跌眼鏡的是，現在還沒有抓到人。雖然這個所謂的極左的組織、極端的左派的組織啊，他寫了一封信，承認是他們幹的，但是呢，寫這信的人。 當然不知道人名是誰呀，也不知道他地址是誰呀。而且，德國這個社會呢是比較變態的，我認為就是過分強調那個私人信息的保護、隱私的保護，所以在公共場所這裡攝像頭也很少，偶爾有很少，更別說其他地方，而且晚上就更不用說了。 所以目前呢，根本就抓不到這個搞恐怖襲擊的人，已經4、5天了啊，沒有頭緒。他們極左的看到可以給這社會造成那麼大的破壞，他們感到非常的高興啊。然後又抓不到他們，所以呢，會讓其他那些左派、那些極左，他想搞破壞那些人，也會有樣學樣。 我又聯繫到德國對於中國這些敵視態度了。當時啊，
中國遠洋運輸公司中遠集團不是說要那個參股漢堡港集裝箱碼頭吧，對吧？然後呢，德國特別是綠黨，當時還是紅綠燈政府當政，特別反對，說漢堡港啊是德國關鍵基礎設施，不能讓中國進來，進來就危險了。但是另一方面，你德國啊對自己國家這電力基礎設施都無法保護，而且極左這幫組織這些恐怖分子就是德國人自己，就是說搞電力破壞的是德國自己啊。那有的人就問了，為什麼這些人會搞電力破壞呢？讓大家日子不好過。其實這幫人又是受了所謂那個綠色那種什麼綠色能源呀、能源轉型這種思想的那個影響，已經走極端了。他們這些人就認為，就不應該開車，就不應該開那個汽油車，只能夠開電力的，或者只能夠是騎那個人力三輪車、人力自行車。說起來大家不信，德國的人已經極端到什麼地步？极左這些人，這東西呢困擾了德國人很多年，但是呢，這個法律就是拿這幫人沒辦法。這些所謂極左的綠色恐怖分子，我就叫他們為綠色恐怖分子，一點沒錯。他所謂環保啊，已經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了。幾年前開始，一直到前段時間還有，就是德國有一些那些極端組織的人，有些可能是被什麼集團後面的勢力資金支持的，這些綠色恐怖分子呢，他到那個街上去，就坐在街上，不讓這些人開車上班去。傻逼到什麼地步呢？極端到什麼地步？他那種粘合劑啊，把自己的手掌粘在那個街道上，粘在那地面上，然後你这些人不是不能拖他走了嗎？对吧？然後他就可以一直坐在那個地方，堵塞交通，粘自己的手。你看有多腦殘的人才會這麼做，但是就有這樣的德國人，而且還不少。而德國的法律也是傻逼到什麼地步，拿這些沒辦法，因為呢，這些人他沒有違反德國的那個基本法是什麼法？問這個問題，我還問了我的那個德國伴侶，他說這些人確實沒有違法。哎呀，我就想了，已經這個地步了，還沒違法嗎？沒違法，難道這個政客就不能夠頒布一部法律嗎？對吧？像這種妥妥的，這些人不讓別人去上班，不讓別人去工作，不讓別人去養家糊口，難道不違法嗎？所以我就對德國法律我真的不理解，這也是我為什麼很多情況下越來越討厭德國這原因，因為像這樣的國家太變態了，就不是我們作為正常的中國能夠理解的。就像剛才我說的，這些人用的粘合劑把自己的手掌粘在地板上一樣，為了所謂的氣候，為了所謂的環保。然後呢，德國那些有關部門的人，為了幫助這些人，或者為了把這幫人從這個街上把他弄到別的地方去，派來的那個電鋸，用電鋸把這混凝土、把這個街道把它切下來，然後把這幫人帶走。人一綠啊，腦就殘。真的是這樣子，就是這幫人，環保分子，在搞破壞，他們的目的是什麼？我都不理解啊！你綁架普通人，這些人有老年人，有生病的人，他們很可能就因為你這樣就死了。但是他們這幫人不管，他只管破壞，不管後果，而且目前看來，不用承擔後果，因為抓不到這幫人，這就是德國法律，拿他們沒辦法。也與過去德國的政治對這左派、對極左這縱容有關。就像一個家長，你一天到晚縱容自己的孩子，你想，這個孩子是不是會覺得無法無天？政治方面也一樣的道理。所以，
德國的政治很多啊，到了已經不可救藥的地步，走火入魔的地步，讓我特別的反感，很氣憤。就像這個柏林這些極左派這些分子，就是綠色恐怖分子，他們對自己的身邊的人下手，更不計後果，多達10萬人，就是因為他們這樣一波操作，受到那麼大的影響。大冬天的時候，沒有電，沒有暖氣，無法做飯。而當地政府現在能做什麼呢？就是在那個體育場館裡面，把一些行軍床把它擺出來，讓這些受影響的人到那地方去睡覺，去那地方手機充電。目前可悲的是，剛才說了，抓不到那個搞破壞的人，抓不到這些綠色恐怖分子。像類似的很多在德國，前面說了，對特斯拉那個變電站下手的也是這幫人，現在又是他們，而且這次破壞要比特斯拉那個變電站那次更大。當然，特斯拉那次也是被迫停工了好久。如果我是馬斯克，我早就撤資了，我幹嘛要在你德國投資啊？給你帶來工作機會，還受你的氣。說來說去啊，德國人好日子過得太久了。你們知道嗎？在德國有這樣一位綠黨的政客，不知道是不是德國那個前外交部長，反正有這樣一位綠黨的政客。人家問他，德國電從哪裡來？你猜他怎麼回答？他說從插頭啊。你看，有那麼腦殘的政客，這個國家還有希望嗎？所以呢，你看，德國人過於重視所謂的自己的信息、自己隱私，不准按那個攝像頭，因為阻力太大了，不能存儲那個這些影像資料，所以導致了在德國很多地方根本就沒有安全感。你看現在這次恐怖襲擊，對這個電力搞破壞，抓不到兇手，是不是被所謂這個反噬了呢？然後通過電視採訪可以發現，很多這些受到影響的住戶家庭，他們白天到那個地方去取暖，就是政府提供的地方去取暖、去充電，晚上不得不回去守自己的房子。他說擔心人家去搶劫、去搞破壞他的家庭，沒有安全感，到了這個地步了現在。而且如果這次呢破不了案，今後這樣的事情還會層出不窮，對整個社會的傷害會很大。哎呦，那個人穿着那個褲衩在跑步啊，呵呵，不怕冷。你看德國人自己就覺得沒有安全感了。反正我就覺得德國很多法律對於這個罪犯，他的制裁、他的懲罰太輕了，所以導致這些人無法無天。好的，朋友們，今天就到這裡吧。就是發生在德國柏林的德國首都的這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既然這些極左的人去搞電力破壞，讓多達10萬的人好多天沒有電，在這種嚴寒的條件下去受凍、去挨餓，這些人安的什麼心？我真的不理解。而更可悲的是，德國的法律目前呢，對這幫人無可奈何，因為抓不到他們。德國的法律啊，德國這整個管理啊，太鬆垮了，都不能保護自己的人民，擴大到整個國家，他卻喜歡對其他國家指手畫腳，特別對中國喜歡指手畫腳，自己做不好，老是那個手指頭去指着人家，這點我也是特別反感。好的，朋友們，那今天就到這裡吧，我們下期見。